早上好，今天给大家拍一下这个 AMA Kuni 出的一个 Nike 爱丽丝甜蜜之家的一个手办啊，是1:7的，是在那个 Hopi 那里订的，但是之前预计说是7月出盒嘛，但是到现在就已经过了差不多2个月了，前2天才补款啊，也是，但是补款之后也是发的蛮快的，1-2天就到了。这一款我觉得它的造型做的是挺好看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再看一些日版的那边的一个实拍图，也做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 Nike 爱丽丝这一个皮肤甜蜜之家嘛，它在那个日服、韩服那边是一个要花钱抽的一个皮肤嘛，但是在那个国服啊，就是 Nike 的国服，它就是我好像是直接默认皮肤了，因为原本爱丽丝的那个皮肤就是太过暴露，所以说就直接拿这一个甜蜜之家的造型来做一个默认皮肤了。那这一个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好像目前并没有厂家宣布就是要出它的一个可动的手办吧，所以说希望之后会出吧。然后我这一款买的是一个限定款，就是会带一个特点脸，就是会带多一个替换的一个表情脸，是比普通版是贵了50块钱，所以我说觉得，好像不止50块钱，反正差不多吧。我觉得多几十块钱，多一张替换脸，性价比绝对是比你买个普通版要高很多的。我们来看一下主页，看一下峰会，峰会就是爱丽丝一个手办的实拍图 ，Nike， 然后下面写着她的名字爱丽丝1:7。甜蜜之家，然后就是一些标识之类的东西，一些镭射标。侧面就是它的一个表情，一个替换的一个表情，下面也依然是 Nike 的一个标志，后面也依然是玩具的一个实拍图，还有一些商标之类的，这些就不看了。然后在侧面就是爱丽丝。说到 Nike， 我之前玩了蛮长一段时间啊，但是后面退坑了，因为一下子把想要的角色全部都抽到了，所以说没有什么继续干的一个动力，就干脆退坑了。因为我个人是很少玩就是玩不来这种需要一直坚持做日常的游戏。我可能玩守望先锋啊这种上线就能打，然后你连续半个月、1个月不上，也不对你的账号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但是 Nike 这种游戏就是你稍微不打呢，稍微一段时间不打，你可能就你的账号就跟不上版本环境了，就会让你的接下来下一个版本的干度啊，就是让你的压力会大非常多，所以我是挺不喜欢玩这种游戏的。但是 Nike 的人物确实非常的好看，前2天还去抽了 Nike 的1番赏，虽然什么都没有抽到，抽到一个C赏。这是一个说明书，就是教你如何去固定一个装位，然后如何去进行一个脸的一个替换，是先要把手拆下来，再把脸装上去。头发也好像是可以转动之类的，还是怎么说？反正先看一下吧。那接下来我们取出内包，哇，真的是非常大一只啊！我们能看到是非常非常大，然后是只有一个替换脸，还有两个应该是卫衣的那个绳子一样的东西吧，这2个替换件。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主体，一个地台加一个脸，就这3个东西1000块钱。那我们直接把胶带什么的割一下，我单纯是当开箱视频来拍啦，因为万一有瑕疵还可以售后，对不对？这一个厂的一个品控我不知道怎么样啊，因为我个人手办其实玩的非常少的，但是拆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不太好拆。把它放下来拆吧，然后等一下再给大家录一下一个 GW 新番的海老走志的一个就是小智的一个手办吧，但是我感觉他那个做的并不算特别的好啊，好像脸什么的做的都一般啊，不如之前的小海姐做的那么的棒。那我们把这一个悉数拆开之后，就是先拿出它的主体吧，光打一下，主体就非常大一只啊，是有防衬色薄膜保护着的。我们把防衬色薄膜都拆一下，它这里有2个
两个透明环，还挺好看的。我先把内容物全部都拆出来。整个地台是爱丽丝的一个标志，然后有一个脚托，上打了一根金属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固定方式。整个地台是用了一个白色珠光漆啊进行一个涂装，还是非常好看的，在光线下反射的非常漂亮。然后替换帘我们就等下再看，我们就先看一下本体的一些表现吧。我看看那两个绳子是不是要装上去啊？哦，是要装上去的。那等一下吧，我先把它固定好。我们把这根四方体的一根装到脚装上之后，整体的一个模型就固定 OK 了。哎，我要调整一下灯光啊，诸如此类的。我这个灯不是很好调啊，有点。会跟我的手机镜头有干涉。OK， 小猫来影响我。OK， 就差不多这样吧。我看看手机能不能给它补个光。哎，算了，没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再把一个这个叫卫衣绳的东西给它替换上。整体手办拆出来之后，需要安装的地方并不算太多啊，就是地台加2根绳子，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这个绳子怎么固定啊？我看一下说明书。哦，这是个替换的东西，但我感觉没什么必要了。就是你要把这2根拆下来之后，去做一个替换。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圆孔的，我们直接插上去替换就好了。但是整体的替换并不算非常的好安装啊，稍微暂停一下，我先把它替换上。那这2根绳子，它原来是分左右的，你要把左右给它区分好，给它安装上，就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了。那简单粗略的看了一眼整个手办的一个，不管是涂装面相还是说造型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的就是这一个丝袜的一个珠光漆涂装稍微有一点容易脏啊，就是大家自己拿纸巾什么的擦一擦可能会好一点。然后这2根绳子安装上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放大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面相部分的表现。不知道大家能给这个面相打几分啊？我个人是觉得能达到满分的一个程度啊，因为它确实做的非常的可爱啊。但是我这个光好像不是很好打，哎呦，真讨厌。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腮红，包括嘴巴、牙齿的一个涂装，哎，怎么抖得这么严重？牙齿的一个涂装，都是有把爱丽丝那种比较可爱羞涩的一个状态去表现出来的。然后，哎，算了，我先把灯调整一下，还不如不打灯，因为打灯会，因为它是一个帽子的一个设计嘛，你打灯了之后，它脸上的阴影会非常的重，所以说不如不打，就我们就直接这样看。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吧。首先，2个兔耳朵就是有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在帽子，然后有一个兔子的标志，在边缘也有一些红色线条的一个涂装。头发自然是有一个红白的一个渐变吧，就是稍粉一点的一个渐变。我们能看到它的刘海跟它旁边的头发颜色是不一样的，是会做出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然后来看一下它后面的帽子一个细节。童话部队这整个部队的故事，我感觉就是 Nikki 里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啊，他们每个人的一个刻画都做的还蛮 OK 的。然后这2根马尾也是用了一个透明件来进行一个制作，涂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珠光漆，包括帽子的一个阴影，然后这一个卫衣连帽的这一个阴影也是有做出来一个粉白紫的一个阴影，然后整体的一个这个这一块涂的稍微感觉可能有一点点欠缺啊。然后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背着背包这个东西，在上面的一个兔子标志，然后一个包的一个褶皱啊，
包括袋子什么的都涂的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整体都是一个比较亮光的一个漆面表现啊，包括身上的这些袋子，然后它这透着衣服是有2个鸡突的，是会比较的性感一点吧。然后包括这一个躯干的这一部分的一个阴影涂装，哎，我不知道这一期视频能不能过审，希望能过吧。因为你要说它暴露吧，其实也还好，不算特别暴露吧，但是它确实是有做出一些比较符合游戏调性的一些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OK。都看躯干，我们就直接打光了啊，包括这一个袜子的一个涂装。然后我特别喜欢的是它关于一个鞋子的一个袜子的涂装啊，我们看到它这有一个粉白条纹的一个袜子的一个涂装，虽然说布料质感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就是很像就是2块塑料片怼在上面啊，但是呢，整体的一个颜色涂装还有一个鞋子的一个刻画，我觉得是蛮 OK 的。直接在这一块要是能做出一点就是棉袜的一个褶皱感的话，那可能质感会上很大一个档次。脚底也有兔子标志的一个特写。那这一个东西呢，其实1000块钱在手办里又不算特别贵，但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表现也算非常的不错。哎，现在的那些手办动不动就2、3千、2、3千的，1500起步，都做的可能会大翻车啊。所以说这一款100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足的。然后呢，具体更多的一些裤袜的一些细节，我就不带大家看了，因为可能会过不了审了，我直接等下给毙了。然后看一下这个替换面雕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替换面雕，直接放大。这个替换面雕就是非常的可爱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搞怪脸，然后除了这个表情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和主体带的那个脸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然后刚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脸部和脖子的一个阴影，我觉得做的是蛮 OK 的。然后这一个是脏东西吧？哦，是脏东西，擦掉就好了。我们大家就慢慢看一下它的一个涂装的一个阴影。那我看一下替换啊，替换是说要先把2只手给取下来。量一个这样一个直装的一个造型，我们先把先把2只手给取下来，然后把一个头雕，哇，不是很好取，我暂停一下，我先替换一下，这只手取下来了，给大家看一下手的一个细节啊。我觉得手的细节涂的是非常到位的，它一个不是很好对焦，我们能看到它指尖的一个阴影的一个涂装，就是它指甲油的一个涂装，然后包括它手型的一个动感，我觉得做的都是还蛮不错的，非常的一个柔美，这样的一个纤细的一个手指，然后另一只手也是会有淡淡的一个阴影涂装的，可能在强光下看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肉眼看的质感是非常好的。主要是我非常喜欢它这一个手指动态的一个刻画，就这种手办嘛，这种手型还是非常的能够表现一个人物的一个心情和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玩可动的玩多了，我们可能就比较习惯于一些常见的手型，握拳手啊、开掌手啊、握持手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像这种，我觉得手办这一种非常怎么说非常特定的一个手型吧，我觉得还是蛮让人喜欢的。然后我们直接换上这个脸之后，也相比于刚才也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一个地方，大概就是换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搞怪脸。360度给大家看一下吧，除了表情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和本体有区别的地方啊。它的耳朵也是做了一个红色的一个阴影的。OK， 整体是非常可爱的啊。我们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能看到它表面确实是没有什么涂装的一个瑕疵啊，并不是让特别的一个明显，所以说，手办也没有什么太多可测的地方。那这一款就简单带大家看到这里吧。那我个人是觉得它现在涨幅差不多50块钱吧，现货应该是1050。就如果你对于 Nikki 或者说对于爱丽丝这个角色是非常喜欢的话，这一款完全是可以购入的，性价比确实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一个之后会不会再版，或者说会不会继续涨，我也就不知道。反正我个人预定下来，虽然说是等了蛮久一段时间，但是预定拿到手之后的一个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也不知道这个厂之后会不会继续出 Nikki 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个人对手办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对一些厂商什么的，我可能会买一些精品比较多一点吧。然后之后就看看会不会继续有 Nikki 的一些新品的一些展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个玻璃的，但是好像玻璃没有出手办啊，可能玻璃的人气并没有那么高吧，因为它在游戏里的一个功能性啊，还是一个背景故事设定都并不像这些人气角色一样那么的令人讨喜啊。但是也希望能出吧，好吧。那这一期视频就简单再看到这里了，我就吃个饭，等下给大家录一下那个 GW 的一个小智的一个手办吧。那这一期视频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